一起来看精彩短剧《镜花与水月》故事解说。苏月宁身处自己创作的漫画《镜花水月》的世界中，他清楚自己穿越进了亲手绘制的漫画次元里。此番穿越的核心目的就是找到并除掉漫画里恶贯满盈的终极反派江静瑶。这个漫画世界里存在着正邪对立的两大阵营，男主韩承佑所统领的风铃盟是正义组织，专门肃清世间邪恶势力，江静瑶便是风铃盟长期针对的首要目标。苏月宁一路奔逃躲避危险，辗转来到了江静瑶的专属避难所。他知晓这个地方极为隐蔽，只有江静瑶遭遇极致危机时才会到此躲藏休整。身受伤势的苏月宁拦下江静瑶，主动开口请求对方帮忙取出体内的子弹。此刻的江静瑶全然不知，眼前主动求助的女人正是专程前来终结自己性命的漫画作者。苏月宁为了顺利完成取弹，直接告知江静瑶无需准备麻药，只用酒水替代即可。江静瑶按照苏月宁的要求做好准备后，示意苏月宁可以开始取弹操作。苏月宁内心满是忐忑，他从未有过取子弹的经验，清楚这项操作风险极高，一旦不慎伤及大动脉，就会直接危及性命。面对苏月宁的顾虑，江静瑶表现得极为张狂笃定，直言就算伤到心脏，自己也绝不会丧命。在苏月宁的疑惑追问下，江静瑶道出底气来源，称自己是这个漫画世界的主角，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主角会被配角杀死。苏月宁闻言瞬间抓住翻盘关键，冷静地告知江静瑶，配角确实无法斩杀主角，但创造出主角的造物者，也就是这本漫画的作者，拥有改写一切、杀死主角的能力。江静瑶对此毫不在意，态度嚣张地表示，无论造物者还是作者，只要对方敢来，自己都坦然应战。就在二人对话僵持之际，江静瑶的义子江墨雨突然折返归来，打断了二人的谈话。江墨雨在江静瑶的众多义子中排行老三，虽说他与江静瑶年纪相仿，却甘愿认江静瑶为干爹。江静瑶平日里偏爱收纳义子，不少人为了攀附他的权势，寻求庇护，都主动拜入他门下。江墨雨随即向江静瑶汇报，已经抓到了出卖他行踪的叛徒，正是江静瑶的第19个义子江19。江静瑶立刻当面质问江19，追问风铃盟究竟给了他何种好处，让他胆敢背叛自己，泄露行踪。苏月宁在一旁暗自回想，当初为了快速推进剧情，写死江静瑶，自己随意设定了桥段，让韩承佑只用1块肥皂就收买了江19。此刻面对江静瑶的质问，江19满心惶恐，连连哭诉自己也不明缘由，仅仅因为对方赠予1块肥皂，就鬼使神差的心动，进而泄露了干爹的行踪。江静瑶怒火中烧，细数自己对江19的诸多恩情，房子、妻子，甚至孩子，都是他一手相助所得。可江19却仅仅因为1块微不足道的肥皂，就狠心背叛自己。江19跪地苦苦哀求，不断认错求饶，恳请江静瑶饶自己一命。苏月宁深知江静瑶心狠手辣，必定不会放过江19。为了让漫画剧情回归自己设定的正轨，他迫切想要出手斩杀江19。与此同时，江静瑶看着苦苦求饶的江19，最终松口，让江19自行了断，还承诺会替他照料家人与孩子。江19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含泪赴死。江静瑶处理完叛徒，转头立刻察觉到苏月宁的异样，敏锐地发现他方才暗藏杀心，方才分明是想要趁机杀掉自己。江静瑶带着玩味的语气感慨，一个想要杀自己的人，最终被另一个想要杀自己的人终结性命。若是作者真的存在，想必会很喜欢这般充满戏剧性的结局。真切的痛感让江静瑶确认了自身伤势的真实性，他随即下令让手下小三将苏月宁直接扔下避难所。苏月宁瞬间陷入恐慌，拼命跪地求饶。他清楚自己身为漫画作者，绝对不能死在自己创作的漫画世界里。危急关头，苏月宁猛然想起自己当初的剧情设定，他曾为了让读者心疼江静瑶，特意设定他3岁时就被亲生母亲抛弃，这是埋藏在他心底最深的执念与伤痛。抓住救命稻草的苏月宁立刻开口，声称自己知晓江静瑶母亲的下落，以此拦住了即将动手的小三。一旁的江墨雨心生疑虑，向江静瑶分析，无人知晓苏月宁的来历，且他心怀杀意，大概率是风铃盟派来的敌人。江静瑶自身也清楚伤势并未伤及要害，只需休养几日便可痊愈。他随即质问苏月宁为何不前往正规医院养伤。苏月宁直言，风铃盟的人正在全程追杀江静瑶，相比之下，这座隐蔽的避难所远比医院安全。苏月宁顺势反问江静瑶，一生作恶无数，是否早已预料到自己会有东躲西藏、四处逃命的这一天？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江静瑶，他直言救下苏月宁不是为了听这些废话。紧接着接连追问苏月宁的真实身份、刺杀自己的缘由，以及知晓自己母亲下落的原因。
苏月宁内心极度焦灼，她清楚，一旦江静瑶得知自己是漫画作者，必定会立刻将自己斩杀。她当初仅简单设定了江静瑶3岁时母亲出国离开，并未细化任何细节，根本答不出具体下落。眼看江静瑶杀意渐浓，即将对自己动手，苏月宁为了活下去，留在江静瑶身边寻找刺杀机会。情急之下想出了保命说辞。苏月宁故作认真地告诉江静瑶，自己就是她的母亲。江静瑶听闻此言，瞬间暴怒，误以为苏月宁在刻意羞辱自己。苏月宁连忙解释，称自己早已离世，如今是重生到了眼前这具身体里，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他。为了让说辞更具可信度，苏月宁提起专属细节，告知江静瑶，她3岁那年，自己离开时曾在她襁褓中留下一张写有余生安好，来世再见8字的纸条，让江静瑶核对字迹真伪。苏月宁心中暗自笃定，漫画中的字迹都是自己亲手所写，必然能够完美对应。江静瑶半信半疑，核对字迹后心生动摇，开始相信苏月宁的身份。苏月宁见状，立刻顺势扮演母亲的角色，以多年寻子为由稳住江静瑶，心中却暗自盘算，终于找到了报复她当年抛弃自己剧情的机会。江静瑶得知母亲就在眼前，积压多年的怨恨瞬间爆发，满心都是被抛弃的恨意，当即就要动手杀掉苏月宁。一旁的江墨雨连忙上前阻拦，劝说江静瑶不可对亲生母亲痛下杀手。可江静瑶早已被仇恨冲昏头脑，态度癫狂，扬言谁阻拦自己，就连谁一同斩杀。生死关头，苏月宁立刻开口求饶，声称自己有难言之隐，恳请江静瑶听完自己的苦衷再决定是否报仇。若是听完后依旧无法谅解，自己甘愿任由他处置。江静瑶压下心中杀意，答应给他解释的机会。苏月宁深知临时编造的理由难以服众，刻意找借口拖延时间，一边让江静瑶为自己倒水，一边快速在脑海中构思合理的说辞。他刻意营造沉重的氛围，谎称这件事是自己埋藏心底多年的秘密，担心江静瑶难以接受。江静瑶识破了他拖延时间的心思，语气冰冷地催促他立刻说出真相。被逼到绝境的苏月宁急中生智，编造出颠覆性的身世真相，告诉江静瑶他并非自己的亲生儿子。苏月宁细化说辞，称江静瑶是他父亲与自己远房表姐的私生子，当年为了保全江家名声，也为了不破坏表姐的现有家庭，他才被迫对外宣称自己是江静瑶的母亲，实则按照辈分，江静瑶应当称呼她为小姨妈。苏月宁继续完善谎言，诉说自己这3年顶着母亲的身份照顾江静瑶，每日都活在煎熬与痛苦之中，曾经一度想要自尽解脱，留给江静瑶的8字纸条，实则是自己的遗言。之后他跳海离世，重生到如今的身体，即便被江静瑶的父亲辜负，却依旧心疼无辜的江静瑶，多年来一直四处寻找她的踪迹。这番离奇又完整的说辞，让江静瑶彻底陷入震惊，一时之间难以辨别真假。一旁的江墨雨也暗自认同，觉得风流成性的江静瑶父亲确实有可能做出这般出格的事情。苏月宁看着逐渐幸福的江静瑶，内心暗自感慨计划得逞，嘴上温柔安抚，诉说江静瑶这些年受的委屈，承诺会加倍弥补她多年的遗憾。江静瑶看着温柔的苏月宁，莫名感受到久违的温暖，心底的恨意悄然消散。苏月宁立刻清醒心神，时刻提醒自己的初衷是刺杀江静瑶，不能被情绪动摇。心绪平复后的江静瑶下定决心，要与宿敌韩承佑正面了结恩怨，彻底解决风铃盟这个心头大患。他叮嘱苏月宁好好休养，自己很快就会归来。苏月宁内心万分焦急，他清楚风铃盟是维系这个漫画世界秩序的核心，一旦江静瑶彻底击垮风铃盟，世间将再无势力能够制衡他，整个漫画世界都会彻底失控。为了阻止事态恶化，苏月宁立刻开口阻拦，执意要陪同江静瑶一同前往，声称不愿再与他分开。他心中暗自期待，希望自己创造的完美男主韩承佑能够顺利击败江静瑶，终结这场纷争。出发前，江静瑶叮嘱手下，若是自己10分钟内没有归来，便直接引爆炸弹。苏月宁看着部署周密的江静瑶，忍不住暗自吐槽，他的演技拙劣，毫无临场慌乱的神态，连紧张时呼吸紊乱、瞳孔放大、手心出汗的基础生理反应都没有，只会生硬外化表演，充其量只能出演短剧。抵达风铃盟后，江静瑶气场强势，直接让前台通报告知韩承佑，他苦苦对峙的江静瑶亲自登门。前台不敢怠慢，立刻向韩承佑汇报情况。苏月宁陪同江静瑶上楼，内心满心期待，想要亲眼见证自己塑造的男主与反派的终极对决。二人见到韩承佑后，对峙氛围瞬间拉满。江静瑶率先开口宣战，态度狂妄，直言自己想要杀掉的人从来没有能够存活下来的。
韩城又冷静反问，始终疑惑江静瑶为何屡屡被意外干扰，无法顺利成事。江静瑶淡然回应，二人正邪对立，彼此制衡，这般阴差阳错的阻碍是两人与生俱来的宿命。一旁的苏月宁见状，立刻主动出声站队，表明自己是江静瑶最亲近的小姨妈，绝不允许韩城佑伤害江静瑶。韩城佑见状心生计策，故意出言试探，扬言要抓住苏月宁，以此要挟江静瑶妥协。苏月宁底气十足，直言风铃盟自诩名门正派，绝不会做出这般卑鄙龌龊的事情。韩城佑坦然承认，这便是自己与作恶多端的江静瑶最本质的区别，同时善意提醒苏月宁行事切勿鲁莽。苏月宁此刻突然理解了观众反感圣母心的缘由，而江静瑶随即展现出反派的狠戾，坦言自己从不讲究道义，行事可以不择手段。他告知韩城佑，自己早已在整栋大楼底部安置炸弹，5分钟后便会引爆，给了韩城佑2个选择，要么当场自尽，要么让整栋大楼的人一同陪葬。面对致命威胁，韩城佑毫无惧色。江静瑶随即诉说自己黑化的根源，自幼被母亲抛弃，父亲终日花天酒地，醉酒后便对他拳打脚踢，在校期间也常年被同学霸凌，命运将所有厄运尽数加注在他身上，若是不黑化，便是辜负了所有苦难。他直言命运亏欠自己的一切都会加倍向世间讨回，逼迫韩城佑尽快做出抉择。就在倒计时逼近之际，预想中的爆炸并未如期到来，江静瑶随即揭晓真相，所谓的爆炸只是他提前安排的假象。他看似癫狂，实则心思缜密，绝不会做出同归于尽的蠢事。此番操作的真正目的是活捉韩城佑。苏月宁满心疑惑，不解江静瑶活捉韩城佑后，要如何带着一个昏迷的人离开戒备森严的办公楼。江静瑶自信表示，要用科技手段脱身，摒弃绳索、降落伞等传统方式。他安抚身旁的苏月宁，告知此次行动经过试验，生还率达到5成，已然足够安全。5成的生还率让苏月宁彻底崩溃。他看着江静瑶将自己精心塑造的男主肆意折腾，数次游走在生死边缘，满心都是愤怒与无奈。不料关键时刻，设备突然没电，突发故障。江静瑶的手下连忙解释，正常续航可支撑20分钟，足够当下使用，可众人还有40分钟的路程，瞬间陷入危机。好在危急时刻，江静瑶的援军及时赶到，成功化解困境。手下随即向江静瑶汇报，已经将韩城佑关押在地下室，并关切询问苏月宁的安危。死里逃生的苏月宁身心俱疲，连忙恳求江静瑶日后不要再进行这般惊险的高空作业，自己早已双腿发软，无力支撑。江静瑶温柔提议可以背着苏月宁前行，苏月宁碍于旁人围观，连忙出声拒绝。独处之后，苏月宁心跳急速加剧，他诧异自己竟然对笔下的反派男二产生了异样情绪，强行将这份心动归结为高空作业后的后遗症，还暗自遐想，若是抱自己的人是男主韩城佑，一切便会圆满。平复心绪后，苏月宁满心疑惑，不解江静瑶执着抓捕韩城佑的目的。他回想自己的剧情设定，为了塑造江静瑶生性多疑的性格，特意设定她凡事亲力亲为，精通各类厨艺，避免被人下毒加害。苏月宁无心品尝江静瑶的手艺，满心都是解救男主、改写剧情的念头。另一边的江静瑶全然没有察觉苏月宁的心思，还温柔告知他自己还有几道菜尚未做完，让他先行休息，做好后便叫醒他。苏月宁身心疲惫，索性不再多想，安心躺下休息。苏月宁悄悄来到地下室探望韩城佑，看着狼狈不堪的男主，满心心疼。韩城佑察觉他的到来，疑惑询问他的来意。苏月宁连忙解释自己的处境，坦言所谓的小姨妈身份都是谎言，只是为了在江静瑶手下保命，才临时编造的说辞。苏月宁向韩城佑坦白，自己最初本想冒充江静瑶的母亲，却没想到江静瑶对生母恨意极深，无奈之下只能改口成为小姨妈。这番离奇的经历让韩城佑倍感荒谬，直言如同另类的角色扮演剧情。苏月宁深知事情难以快速解释清楚，只能诚恳表明立场，告知韩城佑自己始终站在他这边，是来帮助他脱困的。韩城佑满心戒备，并不轻易相信，怀疑这是江静瑶设下的圈套。为了获取韩城佑的信任，苏月宁复盘此前的细节，向他逐一推理。他指出当日在办公室，自己突然出手拍打韩城佑，主动亮明与江静瑶的亲属关系，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为了摆脱嫌疑，伺机潜伏。种种举动都是为了取得两人的双向信任，目的就是联手除掉江静瑶。缜密的推理让韩城佑彻底放下戒备，选择相信苏月宁的立场。苏月宁见状满心欣喜，夸赞自己塑造的男主心思聪慧、沉稳理智。二人达成同盟，
决定联手出逃。依靠作者的剧情认知与男主的高光能力，彻底扭转局势。二人尝试打开手铐无果后，苏月宁发现一旁的斧头，提议直接劈开手铐。韩承佑主动接手，苏月宁故作胆怯，实则内心笃定男主必然能够成功。就在韩承佑准备动手之际，江静瑶突然现身，制止了二人的举动。江静瑶并未发怒，反而温柔叮嘱苏月宁，双手不可沾染鲜血，日后切勿再做此类冲动举动。苏月宁连忙将责任推给韩承佑，谎称是韩承佑出言冒犯，自己才一时冲动。江静瑶温柔安抚苏月宁，随即道出自己的全新想法，直言自己过往作恶无数，身为反派的日子已然结束，从这一刻起，自己要成为这个世界全新的正派，取代韩承佑的位置。苏月宁满脸难以置信，直言江静瑶双手沾满鲜血，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正派。江静瑶态度坚定，郑重承诺往后绝不会再滥杀无辜，祸害世人。苏月宁依旧不解，追问他为何执意放弃反派身份，转型成为正派。江静瑶随即吐露心声，他知晓这个世界存在作者，清楚自己是被设定的反派，生来背负所有厄运，而韩承佑则是被偏爱，被赋予所有美好的正派。他不甘心被命运摆布，想要夺走韩承佑的一切，向操控一切的作者证明自己的命运由自己主宰，绝不任由他人定义。苏月宁立刻反驳，直言这个世界的规则由自己掌控，绝不允许江静瑶肆意篡改剧情。他追问江静瑶的具体计划，江静瑶坦然告知，风铃盟经营着诸多正当产业，只要自己成功接管风铃盟，便能名正言顺地成为世间正派。苏月宁立刻指出计划的漏洞，风铃盟是韩家家族企业，由老董事长韩光兴创立，韩承佑是正统继承人，无论如何都轮不到外人江静瑶接手。江静瑶早已想好对策，直言自己可以取代韩承佑，成为韩光兴的亲生儿子。苏月宁误以为江静瑶打算通过易容伪装成韩承佑，忍不住吐槽韩承佑的容貌，直言难以理解自己当初的审美。江静瑶随即否定了易容的想法，道出自己的终极计划。他早已查明自己与韩承佑血型一致，只要通过换血手段让两人 DNA 完全匹配，便能骗过老董事长韩光兴，名正言顺入主韩家，接管风铃盟。疯狂的计划让苏月宁彻底震惊，忍不住质问江静瑶，反派转型正派，那原本的正派该何去何从？江静瑶温柔看向苏月宁，坦言自己做出所有改变都是为了他，只想让他远离打打杀杀的纷争，过上安稳安逸的生活。趁着江静瑶心绪柔软之际，苏月宁再次向韩承佑表明立场，坚定表示自己永远站在男主这边，一定会帮他脱困。他悄悄拿出提前找到的钥匙，小心翼翼帮韩承佑解开手铐，全程小心翼翼，生怕发出动静惊动江静瑶。成功解开束缚后，二人准备悄然撤离，苏月宁却心生迟疑，感慨当下二人暗中出逃、伺机暗杀的举动，反倒更像反派行径，与风铃盟的正派人设相悖。韩承佑也认同他的说法，深知此地是江静瑶的地盘，对方势力庞大，防备严密，当下并非动手的最佳时机。二人决定先行撤离，再另寻良机。考虑到别墅外围布满保镖，强行突围难度极大，苏月宁心生一计，提议让韩承佑挟持自己，以自己为人质，逼迫众人放行，借此顺利脱身。二人立刻付诸行动。韩承佑挟持着苏月宁走出房间，成功震慑住一众保镖，一步步向外撤离。就在二人即将彻底脱身之际，江静瑶驱车赶来，拦住了二人的去路。江静瑶手持枪械，语气冰冷的调侃，质问韩承佑深夜不辞而别，未免太过失礼，同时以苏月宁的性命作为要挟，对峙局面瞬间紧绷。江静瑶的手下见状想要开枪，却被江静瑶及时制止。他担心子弹误伤车内的苏月宁，不愿让他受到半点伤害。手下察觉异常，发现方向盘掌控在苏月宁手中，疑惑他为何突然倒车，不趁机彻底逃离。苏月宁心中自有盘算，他刻意放弃绝佳的出逃机会，就是不愿让江静瑶以反派的身份落幕死去。他故意留下线索，让江静瑶察觉自己的背叛，逼迫江静瑶彻底摒弃转型正派的想法，重新回归原本的反派人设，坚守最初的剧情轨迹，让世界秩序回归正轨。江静瑶通过手铐钥匙的细节，瞬间识破真相，清楚能够拿到专属钥匙，放走韩承佑的人，只有自己无比信任的苏月宁。这一刻，他心中所有的温柔与信任彻底崩塌，满心只剩被背叛的极致愤怒。江静瑶满心悲凉，自嘲自己天真可笑，原本以为漂泊半生，终于遇到了真心待自己的亲人，终究只是一场骗局。他立刻下令让江墨雨不惜一切代价追捕二人。
务必活捉苏月宁，自己要亲手了结这场背叛。经历此事后，江静瑶彻底认清本心，坦言自己终究还是只适合做杀伐果断的反派。另一边，成功脱身的苏月宁与韩承佑驱车逃离，行驶许久后停靠在路边便利店。苏月宁下车采购水和食物，同时借用便利店电话联系助理，安排后续接应事宜，打算彻底摆脱这场纷争，好好休整一番。短暂休整时，韩承佑满心疑惑，询问苏月宁明知江静瑶极度信任他，为何还要执意背叛，出手对付江静瑶？更是敏锐察觉苏月宁对江静瑶的复杂心态，看似想要置他于死地，心底却又存有不舍。苏月宁被戳中心事，立刻出言否认，不愿承认这份复杂的情绪。就在此时，江静瑶的手下迅速追来，将二人团团围住。苏月宁立刻配合局势，让韩承佑继续挟持自己演戏。手下见状，立刻将二人控制抓捕，彻底截断了二人的退路。对峙之际，苏月宁刻意说出暧昧话语，营造出别样的氛围，看似是告别，实则是为后续舆论反转铺垫。江静瑶手下看着眼前的画面，满心诧异。很快，韩承佑当众挟持女子的画面被大肆传播，引发全网热议。全网舆论彻底反转，原本被誉为一身正气、品行端正的风铃盟董事长韩承佑，人设彻底崩塌，当众挟持他人的行为，让无数网友大跌眼镜，纷纷吐槽昔日正人君子尽显演技，虚伪至极。看着全网反转的舆论，江静瑶彻底明白了苏月宁的用意，终于解答了自己此前的疑惑。他终于知晓，反派想要转型正派无从立足，最好的解决办法便是让原本的正派坠落，沦为反派。此番操作彻底扭转了正邪立场，让自己摆脱了既定的反派宿命。江静瑶再次询问苏月宁是否真的背叛了自己。苏月宁坦然承认，在韩承佑挟持自己的那一刻，江静瑶确实让他心生怀疑，甚至动过杀心。但他随即表示自己早已彻底释怀，细数江静瑶诸多真心待他的细节，明知自己暗藏一心，却依旧无条件信任，护他周全。江静瑶听闻后满心动容，当即对天发誓，往后无论发生任何事，哪怕苏月宁持枪对准自己，也绝不会再怀疑他半分。苏月宁顺势拿过江静瑶手中的枪，反问他是否不怕自己真的动手杀人。江静瑶温柔叮嘱他开枪前打开保险，避免子弹无法射出。苏月宁再次追问他执意转型正派的缘由，江静瑶依旧给出了相同的答案，一切都是为了苏月宁，只想护他安稳，让他远离世间纷争，过上无忧无虑的安稳生活。